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相信很多小伙伴都关心一个问题，美股券商里面的资产要不要交税？或者说我开通了美国的银行账户，银行账户里的钱要不要去交税？或者说我国内的朋友给我的银行账户里面转钱，那么我要交税吗？如果要交税，要怎么样去操作？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些问题。在西方有句老话，唯有死亡和税收不可避免。而且美国是一个全球征税的国家，只要你达到美国法律规定的征税条件，那么无论你是生活在美国还是中国或者欧洲或者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有义务向美国政府来报税缴税。所以要判断自己的券商或者银行账户里的资产要不要交税，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我们要判断我们是否达到美国法律规定的征税条件。如果达到了，就需要去报税征税，如果没有达到，就不需要去交税。那么如何才能判断自己有没有达到美国征税的条件呢？接下来我就一点一点仔细的和大家分析。如果你对美国税务方面的问题比较感兴趣，那么就请一定观看到视频的最后，相信你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收获。要判断我们要不要在美国交税，要怎么样交税，首先要明确3点。第一点是我们是美国的税务居民还是非税务居民。第二点是我们的收入从哪里来。第三点是我们在银行或者券商那里注册的时候有没有填写 W8 表格。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点，如何判断自己是美国的税务居民还是非税务居民。判断的标准很简单，一共有2个。首先第一个，如果说你有美国的绿卡或者美国的护照，那么肯定你就是一个美国的税务居民，要受到美国税法的约束。无论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收入都需要依法报税缴税。当然如果说你没有绿卡的话，那么就一定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吗？并不是。如果说在3年的时间内，你在美国的实际居住时间超过183天，那么你就是一个美国的税务居民。无论你有没有美国的绿卡，有没有美国的护照，只要你居住的时间超过183天，就是美国的税务居民，全部都是要按照美国的税法来报税缴税。哪怕你是在中国或者欧洲地区的收入，也是要报税缴税的。美国税法的强势之处就在于，美国政府它不关心你的国籍，它只关心你是否是美国法律意义上的税务居民。如果说你没有美国的绿卡，也没有美国的护照，也没有在美国居住3年超过183天，那么你就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也就没有遵守美国税法的义务。但是这就意味着我们完全不用报税缴税了吗？当然也没有这么简单。接下来就引出我要向大家介绍的第2点，我们的收入从哪里来的。如果说你满足上面我讲的第1点的条件，你是美国的税务居民，那么无论你在全球任何地方的收入都是要依法申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那么你只需要去申报你在美国境内的收入就可以了。这里的美国境内收入我们可以把它分为2类。第一类是主动收入，也就是我们上班时候获得的薪水，或者说我们进行商业活动，比如说做生意所获得的收入，这些全部都算作是主动收入。主动收入是按照渐进税率进行征税，不同主动收入的类型有不同的税率，大家可以在美国国税局的网站自行进行查询。第2类收入是被动收入，被动收入主要是包括银行存款的利息、券商的股息分红，或者说美国房产房租的这些。另外版税也是属于被动收入。被动收入的税率是统一的 30%。 所以总结起来，如果说你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那么你只需要向美国国税局去申报你在美国境内的收入就可以了。相信绝大部分小伙伴关心的都是银行的存款利息或者券商分红的股息，其实这些全部都是被动收入，税率统一是 30%。 但还没有这么简单。下面来聊第3个重点，我们在开银行或者券商账户的时候有没有去填写 W8 表格。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网上注册或者远程视频开户见证的券商或者银行账户，默认都会有 W8 表格。W8 一般是你填完所有资料之后，系统会自动生成的。那么 W8 表格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美国的非税务居民在开设银行还有境外资金账户的时候必须要填写的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声明，填写了这个表格就相当于告诉美国政府，我是美国的一个非税务居民，我可以在税收上享受优惠的政策，比如说券商的股息收入，还有银行存款的利息，这些都是可以免交税的。上面讲的这些可能都比较理论化，比较抽象，接下来我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相信通过这几个例子，大家一定都能够理解这些抽象难懂的理论。比如说我在美国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到年底的时候账户里产生了利息，那么这个利息我要不要去交税呢？答案是不需要去交税，因为首先我是美国的非税务居民，其次我在开户的时候填写了 W8 表格，是可以免除银行的利息税的。再比如说我在美股券商开了账户，然后我券商里面的盈利要不要交税？券商的收入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本利得，通俗来讲就是说股价上涨了，我们赚到了钱。另外一种就是股息，也就是我买了这只股票，然后股票到年底它派息了，或者说分红了。作为美国的非税务居民，资本利得税，也就是股票上涨赚的钱，我们是不用缴税的，我们只需要去交股息这部分收入的税。因为股息是属于被动收入，它的税率是固定的 30%。另外，因为中国和美国有一个税收互利的协议，如果我们在开通券商账户的时候有勾选这个税收优惠协议的话，这样我们股息的税就会从 30% 降到 10%。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内的一个朋友给我美国的银行账户里面打了10万美元，这个时候我要去申报交税吗？答案是不需要，因为我和我的朋友都不是美国的税务居民，所以说不需要申报和缴税的。但是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如果说汇款的金额超过10万美元的话，是需要向国税局进行申报的，因为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的，如果不去进行申报，可能后期国税局在稽查的时候会认为你这个10万美元的收入是有风险，到时候被发现风险再去解释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所以说你有这种大额美元入金的话，建议一定要先和国税局去申报。那么我们要如何去报税呢？首先我们要先获取税表，对于券商来说，我用的是德美利证券，我们登录券商后台，点击我的账户，打开税务中心，首页就会看到已经有的税表，我们点击税务文件日历，就会看到今年所有税表的申请截止日期。对于非税务居民，一般申请 1042S 税表就可以了。如果现在还在税表申请的有效期内，我们是可以直接在这个页面点击申请的。但现在已经过了申请的有效期，如果说想要获取税表，就只能在客服中心发信息给客服去申请。银行账户也是一样的，一些关键的税表，银行会发邮件给到我们。但是说如果说你的账户资金比较少，或者说只有支票账户，没有产生利息等被动收入，或者说是因为其他原因没有收到银行发过来的税表，你可以去打电话或者说在线信息的方式去联系客服，主动的去索要税表。提供税表是金融机构的义务，大家不要担心银行会拒绝提供。获取税表只是我们报税的第一步，在拿到税表之后，我们可以去自行下载美国的报税软件去进行申报。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美国专业的会计知识，或者说英文不是很好，就像我一样，那我觉得干脆就直接放弃自己去申报，而是去选择美国的会计师来进行代理申报。只要我们手里拿到的税表，找会计师申报就非常简单，费用也非常的便宜，推荐大家采用这种方式。当然，无论是券商还是银行，你的账户余额如果说低于10万美元，那么也可以选择不申报，除非你有计划未来要移民到美国，现在是一点一点的把资产转移过去，那我强烈建议你找一个美国的会计师来进行申报。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